堪称世界上最丑陋的鱼，老广厨师如何让它华丽蜕变？重体开花，竟变美食，带你领略大自然的神奇造化。长相奇特的史前生物，又是如何脱胎换骨，变成了老广餐桌上的贵族？老广的味道之食不可貌相。食不可貌相，如果颜值成为选择食物的首要标准，那将会有很多珍馐被遗憾地错过。不少其貌不扬的食物，但凡尝过之后就会感叹：以貌取食，不可取也。老广厨师向来敢为人先，一双双巧手化群野为美馔，将丑食材变亮佳肴，其满满的内在美，倒让不经意得了惊喜的食客多了几分羞惭。2020年春节后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餐饮业的经营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如何在严峻的环境中活下来，是摆在顺德大厨梁冠宏面前的一道坎。好在我哋今年嘅國家強大，能夠控制好啲疫情。我哋喺4月份開始就已經思考點樣去經營，吸引啲顧客嚟消費。呢件事真係令我最頭痛啦。進入4月份，各行各業開始了復工復產。土生土長的順德人梁冠宏，把在星級酒店當總廚的徒弟林衛敏叫了回來，想師徒聯手研究既實惠又地道的套餐。做到係吸引啲客人呢？我覺得而家呢個市勢係要搞個150嘅套餐，100零蚊嘅。咁啊，我哋有生意個名咁肯定以魚為主嘅話，我譬如咧啲魚肉咧，我哋養個涼瓜，魚骨咧熬個湯，跟住做下個過橋嘅蚌仔。而家啲草莓又當季啦，係喎，合適喎，我哋就按呢個方案去推出。順德廚師的手藝以精妙聞名，粗料精做是最大的特色。師徒倆挖空心思，看怎樣把平平無奇的食材搭配出誘人又實惠的套餐。啲魚骨咧一定要滾油咧炸透佢，用嚟咧熬嗰個過橋湯底嘅。林衛民口中的過橋靈感源自於雲南的過橋米線，用魚骨熬成湯底是這個套餐的第一步。嗱，咁啊搞爛咗啲魚咧，炸入嗰隻我哋啲米酒啦。咁咪劈下嗰個腥味。喺呢個時候咧就要加入熱水，一定熱水，熱水咧要慢慢漲入去，咁啲湯咧先至可以有乳白色嘅。喺熬呢個魚湯過程當中咧，一定要前程咧開到最猛火。如果話啲蚌咧個厚度咧，我哋個湯適宜咧應該係80-90度，燙落去咧個熟度咧又應該比較好啲嘅。80度的魚湯，既不會使蚌肉的鮮度因高溫而流失，又能帶來爽脆的口感。用過橋的方式把蚌肉煨熟，搭配順德傳統隔夜釀苦瓜、改良的草莓咕嚕肉，128元的雙人套餐已經推出，馬上吸引了不少街坊。鮑魚平鵝掌22蚊一位，因為我覺得依家嘅餐飲行業咁低微，所以我就要諗啲粗料精做、料冧變價嘅食材。平時係喺酒店先有咁嘅消費，喺我哋餐飲有生意，都能夠以親民嘅角度去優惠顧客。守舊初心是老廣廚師必備的殺手鐧。疫情控制趨向穩定，民眾生產生活回歸正常，梁冠宏的餐飲生意逐漸興旺起來。但他依然不敢鬆懈，餐飲一旦出現疲憊期，很容易就此走下坡路。先知先覺的梁冠宏覺得需趕在顧客厭倦前對餐品進行創新升級，否則將無法熬過寒冬。喂，有聲氣。喂，哥哥啊，我2年前後要翻嚟。係。係咪㗎？等咗2個月㗎咯喎，真係有？
哦，咁你馬上幫我留起佢，我依家出嚟攞嚇。唔該晒，唔該晒。粤菜厨子世代骁勇，精于烹制棘手食材，如同江湖高手找到势均力敌的对手一样。久违的石头鱼让既是大厨又是老板的梁冠宏興奮不已。係咪㗎？係，你今日終於揾到兩條俾你啦。係啊，因為呢隻魚雖然個外表難睇，但係佢食落啲肉質清甜。我哋入行嗰時啲80、90年代經常有呢啲貨。多啦，依家好少，好難捉得到嘅。石头鱼堪稱史上最醜陋的魚，外形怪異，讓人過目難忘。石头鱼身長約30厘米，它通常把自己偽裝成一塊不起眼的石頭，躲在岩礁下，喜歡以守株待兔的方式俘獲食物，靜靜地趴在水底吞養了一身的肥膘。漁民要想捕捉它，只能靠徒手深潛。要想嘗一口這種被譽為深海榴蓮的鮮香，第一步得想辦法先去除其棘手的表皮。嗱，阿敏，燙呢隻魚要特別小心，我哋先將佢拍溫佢先，咁一定唔會將啲刺碰到你隻手。係嗱，咁樣將啲針剁佢出嚟，因為啲毒全部係晒啊啲針嗰度嘅。啲皮食唔食得嘅？我哋通常都唔要啦，因為始終血滲會喺有啲寄生蟲係。如果條雞魚2斤半，啲肉啊有咁多，5、6個人食咧都 OK 嘅。啲肉咧我哋做個過橋魚片，骨咧就係陳皮蒸啦。石头鱼的肉质细嫩，无论红烧还是清炖，皆鲜美异常。其中最让人欲罢不能的，要数暗藏在鱼翅下肥厚的脂肪香。骨肉分离，一鱼两味，是梁冠宏和林卫敏师徒俩最痴迷的烹鱼方式。头骨难下盐、糖、生粉和花生油，反复抓拌至每1寸骨肉入味，再把陈皮丝铺至骨块上，入炉清蒸。翅汤是增鲜提香的妙招，主要材料有鱼翅、猪手、龙骨、瘦肉、鸡爪和鸡块，利用热锅猛火爆香各种材料，再加上水熬煮半个小时，一锅鲜香浓郁的翅汤即可出炉。翅汤进石头鱼的最后一道工序是让鱼片来一个特殊的沐浴。鱼肉经过高温鱼汤過橋後，肉質纖維緊密細膩。你啊，各位同事，足足揾咗2個月，終於揾到沉寂多年嘅石頭魚嘅魚片過橋。哇！我都係第一次食石頭魚喎，係啊，咁咪你真正品嚐下啦，將舊嘅菜式重新製作過去，介紹俾客人，令佢真正品嚐到我哋嘅傳統菜。居安思危是梁冠宏的常態。從砧板到大廚，再到粵菜館老闆，他的每一次轉身都離不開創新。而石頭魚這種稀少罕見的食材，無疑給了梁冠宏莫大的創作靈感。難得一見，形貌奇特的食材會激發大廚們的奇思妙想，不惜進行一次次的烹飪革命。而在民間，更多其貌不揚的另類食材也吸引了人們跋山涉水去搜尋，並用樸素的方式激活它潛藏的原始美味。5月下旬，粵北山區陰雨連綿，對於山民來說，雨水天意味着一切農活進入停工模式。哎呀，這要落溪水喲，近睇嘅水嘢。這場停不下來的龍舟雨，給小深村的李月香增添了不少焦慮。喂，阿你食飯啊？冇搞你落水啊？哦，前最明落水啊，冇搞落溪水喲。唔落溪水咧，嗌你話是滑散法咯。對面走嘅唔落水，嗌滑散法，薄能本件事哈。是得散法同過後水溝嘅。李月香口中的蟬花，也稱為蟬菌、蟬蛹草。
是一种外形具有动物和植物形态特征的奇妙生物。蝉花的根是蝉的幼虫体，花是从蝉幼虫头部生长出来的菌，约3到4厘米长，从顶端分枝开花，花粉为乳黄色。蝉花对龙川细澳的山民来说，是可遇不可求的看家宝物，有散风热、镇惊、明目、提高免疫力等功效。半蝉半花的蝉花1年仅出现1次，且要在端午前后采摘。太早了没出土，太迟了会老化腐烂。这种奇妙的生物究竟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形成的呢？有小姐走啊，吃把散发了。好，今天天气好啊，送3把散发啊。雨过天晴，龙川县小深村的村民早早的就踏出了家门，往山林的方向走去。7挖散发要走3里到4公里路哦，要不是早啊，别人都挖光了，要早一点才是早上挖到晚上才回来呀，中午都不回来吃饭的。李月香是土生土长的小深村人，老伴儿、儿子、孙子都生活在深圳，唯独他因为离不开这里的山山水水，5年前独自回到了小深村。在家里空是好的，菜场是的很无聊的。家里又有散发挖，又有竹笋挖，又有小工作，因为冇咁无聊的。李月香领着姐妹们步行了30分钟，他们是今天最早上山的采花人。挖散发主要呢是要靠眼力，热的时候呢爬回来看那里呢，后边有点冲冲的爬回来看。如果喺群生出来的花就唔同，喺散发爬出来就看得出来的。蝉花的形成是蝉的幼虫在蝉羽化前被虫草菌感染寄生，当气候环境适宜时，吸收虫体的营养转化成菌丝体，最终虫体被菌丝体完全占据，而只剩下一个躯壳。万物复苏时节，菌丝体又从营养阶段逐渐转化为有性阶段，渐渐地从顶端开花分枝，故而得名蝉花。阿毛散發，大家看到？冇啊，先爬咗冇。妈，凤散发的就有多呢。这种红色的呢，就是有毒的，不可以吃的，吃了就会晕人的这种，不可以吃的，千万不能挖这个。那也是帮啊。我睇佢逐日正嘅挖，哦，萬講係見到新嘅散發，很亮哦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李月香和伙伴们惊喜地发现了冒出了头的小白菌。中間有把朵散發哦，好漂亮啊！镰刀是挖蝉花的主要工具，利用镰刀弯曲的刀体，一插一撬，蝉花躯体自然地离开依附的泥土，再用手缓慢地把蝉花从地里拔出。哎呀，這朵散發很亮哦，張散啊是幾兩瓶嘅。端午節前後的天氣多不穩定，為了不辜負難得的放晴天，3個人從早上到下午幾乎沒有停歇。今日嘅運勢唔錯哦，中間喲，閒花豆有2-30朵，好亮嘅喲。你就拔個多呢，來拔個少哦。要想長時間保存蝉花，唯一的方法是去除蝉花體內的水分。李月香採取的是上一輩傳下來的老辦法，先把炭燒透，待炭的明火熄滅後，利用炭灰的餘溫來烤蝉花，把蝉花放進特製的竹簍，蓋上毛毯，烘烤2個小時。水分蒸發的同時，蝉花也增添了炭烤的香氣。
40到50吧，太高了会把那个产花吧全部烧掉，太低控的不好。奶奶，我回来啦！哦，香香闺女，有没有好吃的呀？有啊。我做的搓1天的。哦，搓1天的，我又鸡又矮。蝉花被誉为最古老的虫草，它的历史记载比冬虫夏草还要早800年。在小山村村民看来，只有土猪肉才配得起蝉花的清香。煲鸡啊、煲鸭啊就没有那么好吃。冬天就买回来的时候是煲排骨的，排骨就清甜一点的。奶奶，散发来啦！哦，奶奶知道你会回来耶，我抓了一天为你煲散发汤喝，撒进去吃了就很好睡觉的，很会长大的。喝多少碗？喝3碗。哦，那么厉害呀1斤土猪肉配2两蝉花，加少许盐巴，慢炖2个小时，熬制出来的鲜汤沉淀着大自然的清香。喂，散发汤来了，想不想吃啊？想。啊，奶奶倒一点给你先喝哈。来，干一杯！啊，太甜了！啊，来，好甜哦！嘅散發嘅味道不用哦。陳妹子，你找我到幾時找？好難找哦。怎么喊去山上走可以挖到20个？啊，你可以每天去玩了。蝉花是大自然神奇的产物，竹林、蝉、虫草菌缺一而不可有。世代靠山而居的客家人知其性，懂其味，用这种一虫一花的奇特食材滋养着一代又一代。依山而居的客家人用蝉花来吊一口鲜汤，傍海而筑的台山人用泥虫来拌一碗汤圆。这种滩涂中泥巴地里打滚的生物，倒是外貌粗黑下里巴人，却有不少细腻又别致的吃法，在老广的餐桌上由来已久。行啊，團來停啊！啊，好個靚女啊，行啊，去啊！來，早啲去啦。陈善珍是台山汶村镇横东村的外来媳妇。自從13年前加入村里的挖泥大軍後，她便和泥巴打上了交道。今日出世啦，我哋去南邊，月尾呢就去北邊噶啦。今日呢就向南邊呢3到4個鐘頭挖嘅時間嘅啫。從水泥路到農田間，騎車加步行的路程共計40分鐘。珍姐要趕在潮水退至最低位前走進灘塗。自動地咪嗰啲鋤頭同桶咯。係啦，冇啦，其實。就到啦，間唔睇啲草就卡住隻手。台山市汶村镇背靠立峰山脉，面向浩瀚南海，优越的自然环境给当地人提供了丰富的物产资源。但最让汶村人眷恋和追崇的，莫过于生活在入海处滩涂下的虫子。它们外形粗陋，颜色黑褐，粗如食指，细似稻茎，拖着一条伸缩自如的尾巴，形似钉子，故又称为土钉、泥钉。这长相丑陋、动作笨钝的虫子，究竟如何吸睛，且竟能入口呢？靠眼力咧，又要力咧，佢啲眼都冇噶啦，冇啊，不過冇，發過第二個啦。眼力好是挖泥虫的第一要素，因为泥虫常年隐藏在泥土里，无论钻土而入还是破土而出，靠的都是火柴梗般的长尾巴。所以能否凭着火眼金睛发现火柴梗般的小孔，就成了挖泥虫的關鍵。開始嗰陣時呢就好用力噶啦，咁未睇到窿之後呢，就慢慢跟住個窿去挖就得嘅。跟住挖一般都係80%都有噶啦。
話咧，有時咧一般5公分到50公分咁上下都有㗎啦。入邊有條咧，哎呦3條啊！视力、经验、力气缺一不可。想收获一条小小的泥虫，费老劲了。一天下来，运气好的时候能挖到6、7斤，运气不好时1、2斤也是常有的事。陈善珍说，现在村里还在坚持挖蟲的人已經數不出10個。依家好多人咧就圍㗎啦，攞嚟養好啦，養蝦養魚啦，留翻俾我哋灘塗捉泥蟲啲越來越少㗎啦。喂，輸大啦，瞓啦，瞓啦，瞓啦，輸大啦，我有3、4斤啦，你哋挖到幾多啊？起碼有斤兩啦。泥蟲的生命力顽強，只要用濕泥巴把泥蟲包裹一下，挖出來的泥蟲還能存活1到2周。這種簡便的保鮮方式，極大地方便了食客們隨時享用。翻嚟首先洗淨啲泥蟲，搬嚟洗即係浸半個鐘頭到1個鐘頭個水先就可以反轉嚟㗎啦。佢唔浸呢，因為啱先挖上嚟嗰啲泥蟲呢，佢未包水呢，帶有脆性就冇辦法反得到㗎啦。用一根細小的鐵枝頂着泥蟲的頭部，將其往鐵棒方向翻轉，摘除內臟，清洗乾淨後，在太陽光底下把水分曬乾。這樣清理後的泥蟲能長時間的存放。大罐煲湯好鮮甜㗎，10斤呢曬9兩。珍姐，今日有幾多泥蟲啊？今日挖到5、6斤泥蟲啊！唉，今日泥蟲最肥㗎啦，趁住打電話叫你考慮下一次同我哋分享。今日啲泥蟲幾靚喎！係啊，今日泥蟲靚，係啊，今日長㗎。等我試一試先。係啦。幾爽好。係啊，好。今日搞翻呢個特色嘅菜，大家一齊分享好啊！好啊，唉，將個廚房交俾你啦。入秋後，泥蟲最是肥美。對於泥蟲的數種吃法，汶村人早已習以為常。但對於外地人而言，初聽到泥蟲湯圓時，難免瞠目結舌。要猜粉，因為依家好多人咧就喺市場買嘅半成品咧，就冰凍嘅翻嚟咧係達唔到嗰個口感，所以我汶川湯圓咧一定要現猜個粉咧現做。除了湯圓，蝦米、豬肝、瘦肉、蘿蔔絲、紫菜都是泥蟲鹹湯圓的主要佐料。最關鍵咧就要爆香啲蝦米，等啲鮮味出嚟，然後爆香啲瘦肉，再落啲蘿蔔絲落去，然後加啲水，等佢鮮味出嚟。一定啲水要滾先落湯圓，之後咧我哋落啲枝乾啊、紫菜啊。汶村人在製作泥蟲鹹湯圓時，泥蟲是從來不下鍋的。因為泥蟲咧佢係鮮脆，有啲餘溫咧佢就會即刻熟噶啦。佢要保持泥蟲嘅脆度同埋個甜度，滾水一浸就可以熟噶啦。只好一定要在5分鐘之內，咁你嘅口感咧就最鮮、最脆口、最靚嘅。泥蟲鹹湯圓，泥蟲浸粥水，泥蟲炒蘿蔔絲，生熟蒜蒸泥蟲，每一樣都是汶村人祖祖輩輩的摯愛，也是忘不了的台山味道。泥蟲醜雖醜矣，奈何小丑物有大擔當，憑一己之力打下了台山的半壁美食江山。只需吃過一回，那堪比味精的鮮，便會長久縈繞在舌尖心頭。啊，真係好食啊！所有好嘅嘢咧，一定要好嘅食材先得，冇好嘅食材咧，點都假噶啦。珍姐，咪依家鋤啲泥蟲好難鋤啊！係啊，好難鋤噶，依家又冇乜地方鋤噶啦。依家啲人年紀大嗰啲咧，全部都係湊孫用唔去噶啦嚇，剩到後生嗰啲咧用唔去噶啦。
台山人喜鲜，好味浓，食物选材向来重里子轻面子。泥虫长相虽丑，但营养价值高。只要能日啖泥虫，不妨常做台山人。形容的就是以陈善珍为代表的爱虫之人。当然，要论只要味蕾过瘾，哪管食材美丑的话，怎能不提挠洲岛上的跑海人呢？春季的时候就天亮前吧，就是6点左右吧。夏季的时候应该是4、5点就出了。浪不是很大啊，我们可以抓螃蟹，还有抓那些墨鱼了啊。清晨，挠洲岛上最年轻的跑海父子兵已身在海上。清明节将至，父子俩今天的目标是一种长相奇特的生物。今天的目标是虎斑乌贼，有难度了，因为我们那个镇江的拜祭祖先啊，要那个虎斑和乌贼，清明前就多一点，过了之后就很缺了。虽然很辛苦，但是收获还是不错的，比打工好得多了。好了，下完一。今年27岁的小黑是岛上的第5代渔民，刚刚下完。和父亲的埋头苦干相比，小黑的跑海方式更着重于分享。分享战利品，分享美图美景，分享收获心得。马上开啦，第2包网啊！我希望那个墨鱼满载而归，还有那个螃蟹啊，越多越好。上货了啊，上了一个3.4。哎，哈哈哈！慢点，帮忙那个，可以吧？哈哈，哎，运气还是不错的。今天有收获了，有了4只了啊！还算不错吧，捞了几只，差不多照这种价格也有几百块在里面，还算运气好。小黑捕捞到的墨鱼学名叫虎斑乌贼，洞部呈盾形，洞背具有虎斑纹，口腔藏在头顶上，口的周围有8条腕。还有2条长长的触腕。大的虎斑乌贼有将近10斤，遇到敌人时会喷射墨汁，趁浑浊污水而伺机逃离。在湛江，墨鱼是清明祭拜的必需品，用原汁墨鱼祭拜祖先，祖先会保佑子孙后代肚装墨水，学业有成。墨鱼下锅前，最考验厨师的刀工，小心翼翼是防止墨囊破裂。把墨囊完整取出，清除内脏，撕去表皮，去掉背骨，准备下锅。在老广的食谱里，墨鱼的吃法五花八门。墨鱼切花后白灼蘸芥末，热油猛火爆炒墨鱼片，原汁墨鱼下锅卤水，都是老广最为家常的做法。近年来，粤菜大厨物尽其用，将墨鱼汁融入粤菜，创作出吸引眼球的黑暗料理：墨汁豆腐、墨汁炒饭、墨汁烩墨鱼片等。清明节后，虎斑乌贼远游外海，休渔期也如期而至。小黑的谋生区域只能转战近海，一只鱼叉，一把手电筒，一个浮水胶箱，加上一幅自制的潜水镜，就是小黑成套的问食工具。来潜那个乌沙参，每年的那个5、6月份就是那个乌沙参就比较肥美的时候。我那个潮水适合抓了就下去抓，有的时候晚上也可以，有的时候是5、6点，哪个要看那个水清晰度吧。前面1公里的礁石浅滩是小黑最熟悉的地盘，虽是浅滩，但风险却无处不在。吸一口气，前1分钟，如此反复，体力消耗得极快，肌肉因疲惫而抽搐，也是时有出现的状况。
有水的时候突然间抽筋，就是不敢动，2个小指嘛就打在一块，就动不了，一踢就痛，一踢就痛。游到一个比较浅的地方，一边脚可以站了，就上来就游嘛，再松松那个筋骨就行了嘛。几乎没有借助任何的潜水工具，小黑开始在海域搜索目标，身后还拖着一个浮箱。乌沙参一般藏匿在海下2至4米的礁石底下，要找到它，就要像小黑这样肺部蓄氧，体力、眼力都要甚好才行。抓那个乌沙参的时候，就是它，因为它每次那个涨潮嘛，它就把那个嘴就伸出来，就看到一点，然后就拿手拿着那个参的嘴，直接就拉出来了。大部分都是在那个石缝的底下面。海参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海鲜之一，因为其全身长满肉刺，呈菜花状的嘴又硬又黑，而且沙多气腥，被不少人称之为恶心的食物。乌沙参是海参的一种，这种丑陋的食材自有其神奇之处。它遇到天敌偷袭时，会迅速地把体内的5脏6腑一股气喷射出来，瞬间给敌军提供大餐，然后自身借助排脏的反冲力逃得无影无踪。而大约50天左右，它又会长出一副新内脏。一浮一潜，以扫雷般的视线进行地毯式搜索。休渔期后的第1潜收获还算惊喜。上岸后的小黑匆忙赶往表哥的海产店，打包冷藏是保持海参鲜度的有效方法。嗱，你喺成喎，佢要嘅話，要多計啊！啊，就就一個朋友拖，你喺成5日都可以幾廿件啊？可以幾多？哦，喺成仲少話都，仲有話都。有呢個嘢，喺頭崩機啊？可以有開哈，有開對對。在疫情的笼罩下，网络销售成了小黑和表哥的唯一出路。小黑每天跑海的渔获，绝大部分经网络销往外地。没想到，这反而比在当地的收入更可观一些。海参，这种被其他国家拒之门外的怪异食材，向来是老广家宴上的珍贵之品。葱爆海参、凉拌海参、海参蒸蛋，10个老广就有10种不同的烹饪方式。而在挠洲岛，渔民却通常用乌沙参焖鸭或炖鸡。来了，海参焖鸭来了啊！吃，快吃了。有高椒嘞呗？有啊。俾椒啊，矮貴呢個最慘。海洋是人类的粮仓，那些来自海洋的慷慨馈赠，从外表到风味，每每令我们惊叹，会情不自禁猜想，这一片深蓝里，究竟还隐藏着多少奇特的生物？要想得到海底世界的这一口鲜美，需要勤劳加勇气，技术加坚毅，才能换取。1年前，因为热爱赶海，勇气爆棚的黄贤栋放弃在深圳优渥的工作，回到故乡继承祖业，成了红海湾的新渔民。不是每一次的放弃都能迎来新生。1年过去了，黄贤栋的渔民生活还好嗎？係。我落啲叫做高鐵啊，同埋剩翻我哋高鐵。好啊。你一落得咩9年馬腳，技術啊，我做好而家年紀，一起落頭呢件事啊，落必須真係。好。7月頭1周，新渔民黃賢棟和妻兒迎來了疫情後的第2次相聚，這距離上一次見面已整整2個月。這今天的漁獲，這個是海膽。
石头蟹，这个苦螺虽然长得丑，但是很鲜甜。没有老婆的支持，我也不可能回来红海湾赶海。去做吧，给你1年时间，不成再回深圳工作。这是妻子在2019年10月给黄贤栋的回复。在妻子的鼓励下，黄贤栋放下了平面设计师的鼠标，转身走回了祖辈的谋生之路——赶海。这边资源丰富，我也喜欢做我自己的事业，拍视频啊什么的，把自己家乡的美的一面，很好的一面，然后展示给外面的人看，然后让更多的朋友来观光旅游。距离黄贤栋与妻子的1年之约还剩3个月，黄贤栋的渔民之路真的能顺利走下去吗？哎，到了，王酱。叫爸爸，叫爸爸。石板烧油班仔，海蟹砂锅粥，清水煮苦螺。在过去的10个月里，黄贤栋除了熟悉赶海捕鱼的技巧外，还在烹调海鲜上下了不少功夫。點啫？茶最香嘅會唔會啫？呢個啫。唔會吸金啫吧？我唔會啲啊。keep 啲整呢嘅時間熬幾日10日幾個，想耐佢呢一陣班。我感覺黃海咧慢慢啊，想喺轉變為百行線嘅記憶，做成日做嘅可能會較曾經定，但是時間還是唔是一定創作嘅時候，靠家己嘅盡力去做咯。啊，做幾做。如果實在無變咧，喺度做唔起嘅天注定。我早有掛去抖音來啊，伊困難去多看，我早多通去那個嘛。好，都坐好了，不要害怕。哎，前面就是青鸟尾岛，我们平时赶海就在这附近，在那附近的话抓蛇鳗比较多一点。这个地方呢，就形式有2个船桨加1个泡沫板改造而成的游船，是黄贤栋回乡后的谋生工具。由于跨海的流域水浅石头多，当地渔民到青鸟鱼岛赶海，几乎都依靠这种 DIY 游船。蛇鳗呢，它喜欢在晚上才出来觅食。今天晚上的话，大概6点多我们才放地笼。啊，我们先过去那个点看一下啊，走。装捕蛇鳗需要耐性和运气，2者缺一不可。等待是登岛之后的第1步，退潮期下笼，涨潮期收笼是惯有的装捕技巧。这个是沙丁鱼啊，这是引诱那个蛇鳗的，从这个洞口进去，搞个3、4条的，5、6条都 OK。这个东西一定要搞紧它，不然的话，它松了，然后那个蛇鳗它就跑掉了。然后我去放给你们看。那个地笼就投在这种黑黑的地方，看不到底的啊，然后投下去，就这样，让它进水。慢慢的，这个留在这里就行了。看一下有没有在那个礁石中间。好，等1个多钟，太阳下山了，我们再过来收，好吧？黄贤栋口中的蛇鳗，学名叫油锥。蛇鳗喜栖息于岩礁的洞穴和缝隙中，以食无脊椎动物为生，日间多会躲在石隙中，只有晚上才会出来活动。油锥生性凶恶，一旦被扰，即会马上还击。好，我们今天看一下有什么收获，抓了几只螃蟹，啊，然后我们等会搞个粥。我看一下，哇，好重，估计这个有了。哇，1只，哇，哎，不错，那条挺大的。哎，这里还有，估计有8、9条了。小的怎么处理？小的扔掉咯，小的那个半生了，只能半生了。大的我们就拿去煮。晚上清蒸还是红烧？你们喜欢红烧也行，清蒸也行。清蒸嘛。
在红海湾烹煮蛇鳗最传统的方式是砂锅焖焗。蛇鳗的处理方式简单粗暴，一把盐巴撒下去，就能让蛇鳗不停翻滚，以此去除其皮脂黏膜。为了防止被咬伤，得先去头，再斩件。当地人会加上生粉、酱油搅拌均匀，下油锅让表皮炸至酥脆后起锅。另一边把备好的五花肉、姜、葱、蒜和辣椒爆香，待五花肉的肥膘油脂爆出后，即下蛇鳗和花生翻炒。与此同时，还得把砂锅烧热，把焖煮好的蛇鳗放进砂锅焗上3分钟。经历炸、炒、焖3个环节后，红海湾酱香焖蛇鳗正式出炉。这个我们当地最常吃的一种方法，就是花生跟那个五花肉一起去焖煮。这个呢就是生焖油锥，这个是清蒸油锥，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味道怎样啊？这个好嫩，好嫩是吧？今天都辛苦了，大家，赶海都不容易，大家都辛苦身体健康。亲身体验赶海的乐趣，品尝自己打捞回来的战利品，是黄贤栋这份海上导游工作的广告语，也是他开创的另一种谋生方式。要几點票？9點吧。好吧。我過去。不要，看媽媽來的嗎？尊重是最好的成就，不管1年之约结果如何，妻子都已下定决心，默默支持黄贤栋的所有决定。要好啊，你加油啊！哎，好好的，跟爸爸再见。再见，爸爸再见。真正的美食家，从不过度注重食物的颜值，因为那样极有可能与美味失之交臂。真正领悟了何谓化丑陋为神奇的，是梁冠宏、李月香、珍姐、小黑，还有黄贤栋这样的平常人。他们用一颗热爱生活的心，一双创意无穷的手，让各种原本难入法眼的食材脱胎换骨，拥有了令人一品难忘的滋味，最终演绎出餐桌文化的独特一面。食不可貌相。广东卫视美好生活倡导者。